這幾天 AI 圈子吵翻了天，中國的開源模型 Kimi 性能追到了全球第一梯隊，關鍵是免費，連 OpenAI 管戰略前瞻的負責人都專門發帖承認這個模型是真的強啊，抄襲真流什麼的都解釋不了。於是乎，所有人都在吵 OpenAI 的好日子是不是到頭了？英偉達是不是危險了 ？AI 這門生意以後還該怎麼賺錢？吵得這麼熱鬧，但是有一家公司它穩坐釣魚台，閉源模型贏它賺錢，開源贏它也可以賺錢。就算中國模型笑到最後，他還是賺錢的那一方，因為全世界大家的芯片都是他造的，他就是台積電，而他的身份說白了，只是一個代工廠，給別人打工的。我們今天來聊一聊這個特殊的乙方，憑什麼活成了全球科技圈最橫的那一個？先說一個很多人都不太了解的事情，蘋果、英偉達這些科技巨頭，其實自己一顆芯片都不會造。你沒有聽錯，他們只負責設計芯片，相當於畫了一張很厲害的菜譜，但真正下廚做菜的，全世界主要就是一家台積電。這個模式的發明人叫張忠謀，1987年56歲，大家都準備退休的年紀。這個張忠謀他跑回台灣創業，他觀察到一個現象，造芯片的工廠越來越貴，很多聰明人想要設計芯片，但是根本開不起廠。於是乎，他就想，那我就反過來，只開廠不做設計，你們所有人的菜譜都可以拿到我這裡來去做，我保證做得比其他人都好，而且我承諾2件事：第一，我絕對不偷你的菜譜；第二，我絕對不會自己開餐廳和你搶生意。這個我只做菜絕不搶生意的承諾，就是台積電的立身之本。英偉達敢把最核心的圖紙交給他，就是因為他永遠不會成為他的競爭對手。說到這裡，大家可能會問，不就是代工嗎？富士康也是代工的啊，怎麼沒有聽到說富士康有這麼橫，這麼賺錢？區別在於組裝手機，別人能夠學會，但是造最先進的芯片，全世界試過的這個公司一大把，但是能夠活到現在還跟得上的，基本上就只剩下台積電了。造芯片的難度，我這麼說吧，一個指甲蓋大小的芯片上面，少則幾百億，多則上千億個微型開關，相當於要在你的指甲蓋上面造一座居民比全地球人口還多的城市，而每一個居民呢，它都比病毒還小，這就是它真正可怕的難度。並且要穩定的大批量的造，這個行業有個指標叫良率，每造100顆芯片有幾顆能夠去使用的，就是我們所說的50%的良率，80%的良率。根據行業機構估計，台積電最新一代的技術剛投產，100顆裡頭就大概有70-80顆是可以去使用的。而他的對手們有的到現在連良率50%都做不到，這個成績連大規模量產的資格線都夠不着，作廢的那些芯片啊、材料、電費、機器、時間全部都會白花，成本全部都得自己扛。這也是為什麼同樣的原料大家都買得到，但是做出來的芯片的效果天差地別的原因。三星呢追了幾十年一直沒有追上，英特爾曾經是這個行業的老大哥，這2年重新站上了牌桌，但是產線都還在磨合，大客戶基本上都還在台積電的手上。為什麼會這麼難追？主要的原因是這個遊戲是一個滾雪球、強者恆強的遊戲。台積電做得最好，所以巨頭都找他下單，訂單最多，所以他也獲得最多的盈利，賺得最多了，他就能夠砸最多的錢去研發下一代，然後下一代的這個2納米芯片他又做得最好，所以這個雪球一旦滾起來，後面的其他競爭對手就只能望塵莫及了。好，鋪墊完了，我們說重點。AI 一旦爆發，最大的贏家為什麼是台積電？大家都聽過一個說法，淘金熱當中最賺錢的不是挖金子的，而是賣鏟子的。AI 這波熱潮當中，英偉達就是那個顧名思義賣鏟子的，它是賣算力的。但是英偉達的鏟子實際上它的機器都是台積電造的。那麼 AMD 想要搶英偉達的生意，芯片也得來去找台積電去製造。谷歌、亞馬遜說他們不再想給英偉達交錢了，他們要自己設計芯片。好，沒有問題。設計完了之後呢，他們依舊得回頭排隊找台積電去製造他們的芯片。所以 AI 這張牌桌上面，其他的玩家打得你死我活，台積電就是那一個抽水的賭場。摩根大通今年年初的時候算過一筆賬，全球市值最大的10家公司裡頭，有8家公司的命脈都穿在台積電的手上。現在我們回到開頭提的 Kimi， 很多人都擔心中國的模型開源免費了 ，AI 這門生意是不是要它？但是你換台積電的角度想一遍，模型確實開源免費了，但是算力可不免費啊。
Kimi 這種開源模型出了名了，他們是很大的模型，很吃算力的。下載雖然不要錢，但是跑起來是要去燒芯片、燒算力的，這些都是需要台積電去製造。更有意思的是，那名 OpenAI 高管自己的分析，中國敢開源模型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他們的芯片被管制卡着，自己沒有足夠多的算力去伺候全球的用戶，所以他們只能夠把自己的模型開源放出去，讓別人的機房來跑，而別人機房裡頭跑的芯片繞了一圈，還是需要台積電去製造。所以模型之戰打得再兇，哪怕打到開源了、免費了，台積電該賺的錢一分都不會少。他上周發了最新的成績單，我挑3個數字，全部翻譯成人話給各位分享。第一，最近3個月他們收入呢有400億美元，算下來一天進賬4億多美元，一覺醒來4億美元就到賬了。第二，他賣的東西每收100塊錢，直接的成本只要30塊出頭，將近70塊都是利潤，這是他歷史上最賺錢的一個季度。對比一下，一般的製造業辛辛苦苦幹1年，100塊能夠有10塊錢的利潤都要燒高香了。他敢這麼定價，憑的就是一句話：全世界目前高級的芯片只能由他來造。第三，也是我覺得最離譜的，它最新一代的2納米技術呢，今年的產能已經全部都被訂完了。貨還沒有造出來，但是產能都已經賣完了。所以根據他的報道，他敢給蘋果、英偉達、AMD 這些全球最豪橫的巨頭全線的漲價，而且計劃一路漲到2029年。客戶不但不敢走、不敢罵，而且還得說謝謝，因為如果他不接這些訂單，後面排隊等着接盤的人多的是。聽到這裡，你可能會覺得，這家公司也太完美了吧？別急，如果你想要投資台積電，買它在美股上市的 TSM 股票的話，你一定要知道，這麼好的一家公司，唯二應該擔心和害怕的點是什麼？第一個，地緣政治；第二個，科技巨頭的自由現金流。我們一個個來說。先說地緣政治，台積電最先進的工廠幾乎都在台灣這一座島上面。也就是說呢，全世界 AI 的命脈實際上記在地震帶的小島上面。這件事情讓全世界都不太睡得着。所以這幾年呢，美國拉他去亞利桑那建廠，日本拉他去熊本建廠，歐洲也在搶。但是這些最先進的技術，台積電始終把它保留在台灣本土。這不只是一個商業的策略，台灣直接把它寫進了法律裡頭。最先進的2代技術不准離開台灣島。台灣管這個叫做龜盾，芯片本身就是盾牌。正因為全世界都離不開我，所以誰在動我之前呢，都得先掂量掂量。這裡頭是商業，也是地緣，也是政治，所以我們點到為止，大家可以自己體會一下。這也是大家很擔心的地緣政治問題。我們再說第二點，也是更加樸素的風險。給台積電掏錢的人，最近似乎出現了錢包開始有點緊張的現象了。為了搶 AI 的芯片建數據中心，全球5大科技巨頭未來3年計劃砸下大約2萬億美元，這比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1年的 GDP 都還多。但是已經有機構在提醒，這些公司手裡的自由現金呢，35年來第一次集體轉負。美國頭部的芯片公司倉庫裡頭的芯片1年多了80%。萬一大家哪一天發現到投資芯片、投資 AI 沒有辦法讓自己回本賺錢的話，他們不打算繼續砸錢做開發，那麼台積電正在蓋的那些天價的新工廠，就有可能從印鈔機變成一個很大的包袱。這種大起大落呢，芯片行業上至少發生過好幾次了，這也是大家可能會擔心的點。最後總結今天的內容，其實就一句話 ：AI 競賽表面上是模型之戰，中間一層是芯片之戰，但是壓到最底下，實際上是產能之戰，而產能的總閥門穿在了台積電的一家手中。對了，我再說一下他們最近的股價。他們最近呢發了一份非常漂亮的成績單，但是他們的股價不漲反跌。上周五一天就跌了5%，不是因為他們自己出了什麼壞事情，而是目前最近幾天整個芯片板塊、AI 板塊都在大跌。衡量芯片股的費城半導體指數呢，已經從高點回落超過2成了。市場現在非常恐慌。如果你們喜歡這家公司，且市場持續恐慌的情況下，或許未來還真的有可能可以以一個比較有性價比的價格買到台積電的股票。它的股票代碼呢叫做 TSM， 大家可以自己去觀察一下。以上呢都不是任何的投資建議，只是我分享自己的研究所得，希望對各位有所幫助。我是西海，我們下期視頻再見。